现在时间过一半了，我们翻遍看一下啊。这怎么弄啊？这个翻车了，翻大车了，翻到3号路外面去了。什么菜呢？八宝葫芦鸭，看见没有？就是这只鸭子啊。这个菜的难点在哪里？整鸭去骨，而且这个皮还不能有点破，如果破的话，这个线晾进去就会漏，这个菜就废掉了。看见没有？还把这个鸭子做成个葫芦形状，你们说难不难？而且我现在手里就只有一只鸭，经费也有限啊。不要停哈，开始啊！整鸭去骨，机子给我摆好。开口的地方，我们先从背部哈，背部这个地方开一刀啊，把这个颈部的位置给它绞断，只是把这个颈部的骨头给它绞断就行了，不要把下面的皮给伤住啊。我们把这个鸭脖先给它取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用剪刀把这个翅膀啊、脚趾啊先给它剪掉哈，这个地方关节给它剪掉。便于待会我们整体的一个去皮，顺着它骨头的肉这样给它踢进去啊。现在基本上两边它这个架子的地方弄出来之后就很好弄了。因为到肚子这个地方就像扒皮一样，你顺着那个骨头一刀的踢下去就可以了。现在我开始花的是背上因为只有一层皮啊，这可千万要小心啊。这个真的不好拆啊！这个鸭子很肥的，你看真肥，这个鸭，你看这个鸭子真肥，打起精神啊！我现在开始去这个腿上的肉了啊！不要划走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划走精彩就没有了。现在就是最后的环节啊！你看下面这个脆骨，就尾巴上这个脆骨，有时候鸭子的尾巴它只想摆来摆去的，就是这个脊椎骨啊。兄弟们啊，这个骨头就去完了哈，看到没有？骨肉分离啊！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啊，这个皮呢，因为我把它翻过来哈。因为你这样看的话是看不到有没有什么破啊之类的，我翻过来大家就能看到皮有没有破，没有漏哈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两边都是没漏哈。好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去了骨的鸭子把它清洗过后呢，我们加点姜、葱放到里面，胡椒粉、花雕，还有这个花椒哈，这样腌制一下啊。现在这步就把这个腌好这个鸭拿出来哈，把多余的姜啊、葱啊给它花椒给它雕干净哈。这个骨头可是大有用处啊，可不要扔掉啊！我扔掉的话，从垃圾桶给我捡回来啊！我待会儿就用这个骨头来吊一个鸭汤，一起来煨这个鸭子哈，一定要用原汤来化这个原食哈。我们将它飞好的这个鸭架啊，再拿水里清洗一下啊，接着开始吊汤哈。现在我还是把这个鸭骨拿去煲一下汤哈。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，就是改一下这八宝。八宝今天我用什么呢？这儿这个辽参，还有这个鲍鱼仔。然后这就是那个瑶柱哈，还有虾仁儿，还有一个火腿，还有一点的马蹄，哎，这个也叫荸荠吧，是吧？还有一点这个莲子，然后一点花菇，好，总共这8样，再加上这个提前泡发的糯米就9样了啊。水烧开之后飞一下这个香菇哈，不是香菇，花菇哈，飞一下这个切好的花菇，再把这个莲米一定再给它飞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再飞过水把它倒出来，烧热我们给点油把这锅炙一下啊。这菜一定要加葱油啊，才会香。先下入这个火腿，再下入虾仁哈，把这个海鲜呢一定要通过高温的方式给它爆过它才会更加的香。如果你没爆，直接弄到拌在馅儿里面呢，它的香味是要减弱很多的啊。好，我们再下入鲍鱼仔。
把这个飞过水的莲子和这个香菇啊，沥干水分，直接倒这里面。一起炒，接着稍微给点盐，我们下入2勺蚝油哈，来点这个生抽，来点老抽给它上色。好，上色之后我们就下入这个马蹄，好，我们大火将它收一下汁哈。好，这个汁稍微收干以后，我们再下入这个辽参哈。辽参不要那么早下哦，太早下待会儿就化掉了哈，搅都搅烂了哈。和点芡汁，好，下步我们炒一下这个泡上的糯米啊，这个糯米要炒过之后它会更加的香。加点葱油，稍给点毛盐哈，给点毛盐，给2勺蚝油，给点生抽，老抽来点上色的哈，开始和转啊。好，把这个颜色上够，做成这个颜色就可以倒出来晾冷哈。现在开始绑这个鸭子啊，这个葫芦鸭一定是从里向外的，不能说外面绑，因为外面绑的话就是个疙瘩，把屁股然后四肢它的脚还有这个翅膀地方给它拴住啊。大家看一下哈，兄弟们，拴好就这个样子了哈，一定要从里面来拴哈。下一步开始灌馅了，这个时候刚刚我炒好了料哈，现在已经放冷了，我们现在将它灌进去啊。这个填的时候馅不要调得太满哈，填得太满的话，这个鸭子就会爆掉，因为这个糯米啊，它会有膨胀的。接着就开始拴这个鸭了哈。剩下这个鸭脖子直接把它塞回到这个洞里面，让它填起来啊。我这个口的话，一个人不好绑，我找小伙伴帮我固定一下，这样把它拴紧啊。葫芦的话，下面一定是比上面它那个身体要大，所以下面这块一定要稍微击一下啊。好，接着我们在下面这个位置把这绳子给它拴上啊。你别看到它现在好像是不是很胀烟的，待会儿它一烫的话，这个皮就胀起来了，它就是圆的了。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鸭子给它紧一个皮哈，紧皮来说一定要在盘子里面紧，你不要说你把馅儿填上，鸭子上面一紧，全部就滑到下面去了。我们紧一下皮，要浇一下啊，让它把皮给紧住。好，我们稍微再紧个皮再拿出来。水给它倒干净哈。下面这步呢，我们将这个鸭子表面水分给它吸干。接着我们找点这个蜂蜜哈，蜂蜜和这个水的比例大概就是1:4的样子。我们把它稀释掉，就是在这个鸭子的表皮刷点糖浆，然后它待会儿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更加的炸的时候才会有颜色啊。我们这个刷个3次哈，你刷一次等它晾一会儿，然后再来刷一次。不要着急。4成油温我就下到这个鸭子的炸了啊，顶起来，顶起来。现在说实话我都很困了，开火，用个铲子把它垫一下哈，这样和避免它接触到锅底。好，看一下兄弟们，它这个经过油温一炸，它自然就会膨胀起来，就像个葫芦一样。你刚刚的时候，如果你把它填饱的话，现在到这一步它就会爆掉，所以说只能给个8成满就行了。看一下啊，我们接着就最后一个环节来包这个鸭子啊。兄弟们啊，好菜要配好餐具哦。你看这个包够不够大啊？这个像帽子一样这么大。下一步我们加入这个鸭汤啊，看一下这个鸭汤漂不漂亮啊？把这个骨头沥出来，原汁原味的鸭汤倒进去。好，接着我们放下这个竹粑哈，这个竹达哈，提前洗干净的竹达。
下面开始调味哈，给小勺盐哈，我说汤是没加味道的，给点盐，来点生抽，好，老抽来点上色，再给点炒的糖色，放一小块陈皮哈，放点姜片、葱段哈，盖起来。 总共煲个1个半小时啊，然后翻到中途的时候，一半时间的时候我们再煲另一面啊。好，兄弟们，现在时间过一半了，我们翻面看一下啊。这怎么弄啊？这个脱皮了。 大翻车，大翻车，真的是我做了这么久，还是翻车。兄弟们，这个翻到三红的外面去了，这么大个洞，我就这米放的太多了。得重做，不要讲了，重新搞。啊，明天再买一只鸭过来，我就不相信我搞不定你。 兄弟们啊，我又花了2个小时把这个整鸭去骨又重新做了一遍。这道如果再破，我真的生气了，经费都在燃烧了啊！现在最后一步了啊！好，来下锅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翻面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破哈。再破我就回家睡觉了啊！ 哇，没破好，兄弟们，看清楚没有啊？后来我总结了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一个牙签的问题。我搞忘扎孔啊，一定要像这样扎点孔啊，这样它会气排出来，就不会破。这就是细节啊，头头细节，钱都买不到的啊！偷偷告诉你们啊，翻面一下，我们再煮个45分钟啊。好了，哇，煲鸭子的水啊，扯点芡，加点那个。 葱油啊，好，装盘。兄弟们啊，花了2天的时间，终于把这个8宝佛罗鸭做出来了。因为第一次的时候花了4个小时，翻车了，主要是我大意了，没有在那个鸭子上面扎了个眼，所以说造成它的破裂，这也是个知识要点啊。所以说这成本直接 double 了，翻了1倍啊。现在我做好了，我也不知道味道好不好，给大家尝一下啊。我先闻一下啊。 其实入口之后，你能感觉到一个很浓烈的这种食材自身的一种香味。什么香味呢？就是海鲜的香味，里面有海参啊、鲍鱼啊、瑶柱啊，还有火腿，再加上这个鸭肉的香味。因为这个鸭呢，它既是一个食材，又是个容器，反正给我的感觉，它就是一个鸭肉做的一个鸭粽子一样。兄弟们啊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就好比你在5星级酒店点盘回锅肉，
他卖你128，你还觉得值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菜就是里面最便宜的。如果同样放在路边摊28，你都觉得啊，这个有点贵呀。就好比这盘葫芦鸭一样，你看，又是福又是禄又是寿，寓意又好，而且还可以做成葫芦的形状。我不知道啊，兄弟们，如果是放在米其林餐厅卖你1800，你觉得值不值得起啊？反正我也不懂啊，在我这儿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菜绝对值得起，一箭3两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你雕的吗偶像。